萧炎修炼成地印诀第一印开山印，获得另外一张底牌。而黑角域此时却传来了萧门求救的信息。在美杜莎的协助下，萧炎施以手段拉拢黑角域3位斗皇，并让其加入讨伐云岚宗的队伍。对于美杜莎的相助，萧炎表示感谢。而萧家2兄弟亦为即将到来的复仇越发期待。听说这萧门是近期才出现的势力，一出现就入驻封城，来历神秘啊！是啊，这萧门到底什么实力啊？给人一种摸不透的感觉。诸位，在下萧门掌事人萧令，今日在封城首次举办拍卖会，若有什么怠慢之处，还望诸位担待一下。切，这就是萧门掌事人，区一个斗王而已，怎么可能压制得住3大势力？就是一个斗王也敢现身说事，这萧门也太不拿黑角域当回事了。黑角域可不是一个斗王能说了算的地方。如果光靠你，那这场拍卖会我看也没有举办的必要了。小子，还是让萧门真正的首领出来吧。韩风再怎么说，在黑角域也有着不菲的名声，他的城市还轮不到你这样的小辈做主。赶紧滚下去！你还没有资格站在那里。走吧，别在这儿了！哎呀，丢人呀！下去吧。萧门地盘上的事，什么时候轮到你们2位来指手画脚？诸位，萧门首次举办拍卖会，可不想多生事端，望各位体谅一二。哼，萧炎，你杀了韩盟主，还敢在黑角域耀武扬威？他就是杀了韩风的那个萧炎，真没想到竟然这么年轻，我还以为至少得是和金银2老差不多的年纪呢。2位，既然韩风死于我手，这座城池自然也就归我了。黑角域本就是个弱肉强食的地方，2位在黑角域多年，想必不会连这个道理都不明白吧？你，这封城是黑盟的总部，韩盟主虽已身亡，但我2人身为黑盟成员，有权收回封城，自然不会任你在此撒野。你萧门最好乖乖撤出，否则就别怪我们手下不留情了。自古以来，成王败寇，韩风战败而亡，黑盟也随之解散。而我作为胜利者接收这座城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2位若是不满，尽管动手便是。黑角域中没有公平，只有胜败之分。今日便让我们代替韩风了结仇怨，免得他死了都不安宁。我本不想破坏我萧门首次举办的拍卖会，但你2人一再得寸进尺，就别怪我不留情面了。好狂的口气！今日苏谦以及内院强者未在此处，也配与我们这般说话？宰了这小子！我们联手将萧门彻底清理了，封城可不能落在这些家伙手中。这2个老家伙要倒霉了。麻烦了，让这2位安静一些。
杀萧炎吗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帮他？别问我，我也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若与他动手，小命难保。要么苟一搏。苟一搏。金老银老，封城可是黑盟的总部，绝不能落在这小子手中。只要两位一声令下，我们兄弟就立刻动手，保证半天之内肃清所有小物。没长眼睛的蠢货！韩风是死在萧门主手中，他自然有权利接管这座城市，哪轮得到你来指手画脚？萧门主说的对，即使你干掉了韩风，那封城自然任你处置。这两个老家伙还真是不要脸。既然二位没有意见的话，那我们就继续了。若两位长老还有雅兴，不妨参加完拍卖会再走。一定一定。诸位勿怪，先前只不过是一场闹剧而已，接下来便开始今日的正戏——丹药拍卖。多谢了，不要再冷着一张脸了。我知道你答应我的请求，有一些受吞天蟒影响的缘故，绝不会以为你真对我有什么特殊的感情。其实我们之间也没多大的仇恨吧。当初在地底，若不是你当年带走吞天蟒，我就不会有如今的麻烦事，更不会。现在你竟然还敢跟我说，没有多大仇恨。抱歉，但你与吞天蟒同为一体，应该能看到我对那小家伙并无半点怠慢，连半生紫金元这种稀罕物都给他当水一样喝。小家伙，给你紫金元。又是吞天蟒的回忆。你有这拉扯旧事的闲情，还不如赶紧给我炼制复魂丹。约定的1年时间期满，我若见不到丹药，你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。头疼啊！三弟，拍卖会完美结束，后面我会派人尽快收集起你所需的药材。多谢二哥了。有了这些药材，老师的苏醒不远了。这次唤醒老师，恐怕会有着不小的动静。在这无尽深山中，倒是再好不过。即使动静再大，也会被山峰给遮掩。彩铃，麻烦了，不要让任何东西打扰我。好，我萧炎今日便拜你为师，不知您老人家怎么称呼？我名为药老。老师，这药鼎也太破了点吧？你臭小子，这么计较一个药鼎干嘛？对炼药师来说，炼药本身的修为才最为关键。一会儿把它服下。这样，体内的伤势应该便能彻底痊愈了。你这段时间所服用的3文清灵丹药效太强，
这般淤积下去对身体并不好。老师，终于炼化完成了。这些药材不愧为天才地宝，竟然需要这么长时间炼化。不过这样最好，可以对老师的灵魂有着更为强大的帮助。2年了，老师，终于可以再见到您了。已经2个月时间了，这种程度的挥霍，你如果继续熬下去，恐怕就得等别人来救你了。怎么？你是在担心我吗？我是担心你死了，那复魂丹恐怕又要落空了。你放心，复魂丹一定会交到你手上的。冥顽不灵，他的死活关我何事？我竟然会与他说这种话。极限了吗？就差一点了，千万不能功亏一篑！自寻死路。我为什么还要去救他？这种家伙死有余辜。混蛋，算你好运，1年之后我会亲手取你性命。彷徨的尽头，会不会有一丝温存？心头的冠冕压不住这波纹，可能是一路走来的心跳和声纹，可能碰巧遇上意外的人。你已痛吻过的伤痕，不经一路走我眼神，望向你脸上的坚韧，我要你看着我，恨意一时压迫，心中恍惚升起的是神不错，期待还夹杂着些落寞。我要你看着我，
是谁？滚出来！哼，美杜莎，你想取老夫弟子的性命，可先要问问老夫同意不同意。是你。没想到你竟然能成功的与吞天蟒的灵魂相融合，看来我沉睡的时间应该不短了。哼，你也不差，睡了2年反而实力大增，灵魂力量更加强横了。既然你已经融合了吞天蟒的灵魂，为何还留在萧炎身边？我留在这里与你何干？当年萧炎那般辱我，你这老家伙也脱不了干系。我没找你的麻烦就罢了，你还敢来管我？好个牙尖嘴利的丫头！老夫我纵横大陆时，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喝奶呢。不过老夫没时间跟你扯皮，等我将这小家伙弄醒后，再找你清算。这小子体内的斗气都枯竭了。2年不见，没想到小家伙的力量竟然已经强悍如斯，也不知实力到了什么级别。这药鼎怎么看起来像天鼎榜上记载的万寿鼎？看来小家伙这2年日子过得不错。老师，2年不见，您还好吗？